欢迎选项一的朋友，今天的占卜我们即将要来看一下您的下一个情人是谁，他的特质是什么，以及为何会喜欢您呢？好，那么今天所使用的主要牌卡是这个缪斯猫咪塔罗牌，那这个非常的可爱，一样是我帮学生代订的，那有多订了几副，如果有喜欢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网站选购哦。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抽出一张验证牌，验证牌要来看一下你现在对于感情的想法，有符合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听，没有符合的话就要麻烦您重新选择咯。这个是选项一的朋友主要的能量哦。我觉得选项一的朋友好像是经历过了一段仿佛灵魂暗夜的时光哦。那这个时光我觉得很长欸。我特别感受到比较大龄的能量哦。不，当然不是说真的我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是那种老灵魂哈，要不然就是你经过的那个试炼，你的灵魂暗夜是比别人艰辛好几倍的，有一种让你瞬间长大的感觉。那么也有可能你真的是年龄已经超过40加齁，或者是说在40多岁的这个年纪，你突然惊觉了你的人生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齁。你突然在这个可能过去呢，你是选择了跟大家一样哦，就是忙忙碌碌哦，很仿佛看起来正常，过着正常的日子。可是其实你并不快乐，那你也觉得这个正常好像也不太正常啊，因为既然是不快乐，既然是感到很消耗，那怎么会正常呢？你有很多的，好像自己在反思哦，但是好像也没有解答，因为人人都是这样过嘛。总之呢，你是大概到了成熟到了某一个阶段，应该是经过了灵魂暗夜的试炼，经过了很大的挑战或难关，你开始思考，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今生的目的、使命又是什么？应该不是诞生下来就这样庸庸碌碌的过日子吧？你开始有了这样子的疑问哦。那甚至感情也是哦，因为主要验证牌是看感情状态，但是却意外的看到了你经历过灵魂暗夜嘛。感情也是，你觉得有让你带有希望的，怎么好像昙花一现哦？这个昙花一现有可能也是让你拖了非常久的时间哦。但是总之就是你期望落空了，所以你的感情状态很有可能是有一段比较深的感情，你期望落空了，所以你开始反思什么是真爱啊？这世界有人会真的爱我吗？如果我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也看尽了这么多人间的悲欢离合啊，或者是看遍了所谓的人性无论是光明面或黑暗面，会觉得这世界真的有真心的人吗？那真正爱我懂我的人在哪里啊？我觉得你现在开始有这样子的思考，那我感觉你的条件其实也不差的哦，就是其实也不乏有仰慕者或者是欣赏你的人，但是呢，要是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又好像不是这么容易。那你要去在当中想要随便挑一个，首先是你也不想这么做，因为你觉得可能过去已经浪费了很多你生命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你不想要再受一次伤的感觉了哈。
那再来，也就是说，这些人跟你好像也没有灵魂的连结啊，怎么有办法走进这段关系呢？等等等等的，你会有很多的考量。我觉得这是你现在稍微有一点点进入到在内心有一个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时光。我不想要说他忧郁，我不想要说他好像是消极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反思的时光。就这个时光对你的人生应该是好的，你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所以呢，宇宙让你好像按下暂停键，你开始在检视你自己的内心。好，我觉得现在这是你的对于情感的看法，你的状态。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个情人会是谁哈。下一个情人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抽一张代表牌，然后等一下再抽这个缪斯塔罗猫咪牌哈。选项1的朋友，他的下一个情人的特质，他是谁呀？好，你的下一个情人哦，在一般人在社会大众眼中哦，他是有地位的，能力很好的哦，他感觉是一个成功人士。无论如何，他的外在的这个展现出来的样貌哦，是一个成功的、正向的、正义的，好像是可以为众人发声的哦，是一个会被看到的。好，那这个职业当然就很广泛啦，有的可能反正就是为正义发声啊，或者是为人民主张一些权益权利，然后是一个领导者，也不排除他是个老板，也不排除他是个讲师、讲员等等的都有可能，就是一个会被认同的，会有人追随的，然后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很愿意为需要他的人付出的那个付出是有一点点像是发声啊，正义的化身的感觉哈。好，那还有一些特质，他其实有一种蛮有独身贵族的感觉哦。他好像如果他年纪有点比较成熟的话，就是比如说黄金单身汉啊，可能看到他的形象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哈，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打理得很好。那当然黄金单身女也是可能的哈，好像他很懂得享受生活，把生活安排得很充实，然后看起来在工作的时候又是可以付出自己的全心全力往前冲哦，这种的他很有冲劲哦。这个大概是他的特质。我再看细一点，我们就用塔罗牌来看一下。好，那塔罗牌为了节省时间，我已经先抽好了。让我排一下哦。好，那对这个人，他给人家的感觉哦，是他还蛮挑的哦，他看对象的眼光是很高的。他觉得如果就是他展现出来的样子啦，他如果没有一个好像跟他100%合得来的哦，他是不想要惹麻烦的哈，不想要随便轻易的进入一段感情关系哦。他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子哦，感觉他很挑哦，
不是那种没自信的，他是好有自信，但是呢，他不想要感情，因为感情会为他惹来麻烦。好，感情会造成他的工作没有办法好好的全心全力的投入。好，因为他这个人是投入到职场就很拼嘛，所以不排除他可能是像工作狂那样子展现出来给人家的那个样子哦，好像他停不下来。但是呢，你会发觉他停不下来，他私底下又安排得很充实哦，他并不是全部都是以工作为乐，他也是会安排休闲活动的，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可以把自己排得这么满哦？然后满到他自己也觉得他满到容不下感情，他一个人过得很好的感觉哈。然后呢，他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感情是有过向往的。为什么说有过向往呢？不排除他过去可能有受过情伤啦，那也我觉得是我这边感受到的是，好像有一段感情藏在他的心中，但是已经很久了，那已经是远方了。但是呢，他应该就是因为那一段深刻的记忆，养成了他现在这个模样哦，就是保护色。我感觉他是用一个我不需要啊，感情是麻烦啊的一个保护色，一个理由来当做一个屏障哦。他隔绝了，其实他不是隔绝了人家来靠近他，他有一点像是封闭自己的心哦。所以他的心，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对于感情这方面哦，虽然讲的这么的豁达，可是你稍微跟他走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会紧张的，他是会有那种好像仿佛初恋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很生疏的感觉哦，所以会觉得他其实应该不是那么经验丰富，可是却展现出来一副就是我好像看尽了人生哦，这世间的那个情情爱爱啊，我就算没有亲身尝试过，我也看过很多书的感觉。我觉得他的那个来源有点像是不是他自身的经验，他就是看了他，也许他的职业吧，会接触到一些遭受情伤的人。他也许是諮商师，也许是什么不一定要諮商师啊，就是他看遍了很多悲惨的案例，在他的也许他接触他的事业。他的工作就要接触到这样子的人，那也或许是他的朋友，或许是他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就比较不顺利哦，就是在比较不是那么有爱的环境下成长的，那所以呢，你其实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能自己亲身体验的感情次数应该是不多，但是你会觉得应该是有。那光是这可能过去的我不知道几段感情啊，总之就是让他一个刻骨铭心的感情呢，就这样子留下了后遗症在他的身上。所谓这个后遗症，就是他封闭了自己的心，他把希望，他其实内心是很有向往的哦，但是呢，他不敢，也害怕，也觉得自己可能又会再一次的受伤，或者是就算有幸福来临了，他也不敢拿下，因为他怕这个幸福会不会就变成不幸了。他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啊，所以要我怎么去相信爱呢？他是有这样一个特质的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是一个反差感啦，就是他的外在展现得很刚强很厉害，好像领导者，那就唯独碰到感情这件事情，他就变得唯唯诺诺了。你看起来是唯唯诺诺，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定义他了，我不想要给他这样贴标签，因为我感觉他也是一个很纯情的人。那因为他的一片真心被人践踏过，或者是说听过太多恐怖的案例了，所以他害怕，他要保护他自己嘛，保护他自己这一颗最后的一片净土了，他纯真的心哦，所以他就竖起了坚实的防护罩啊，把自己包裹得好好的。于是呢，他也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宁缺毋滥。他大概是这样的特质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他为什么喜欢你啊？你的特质哪一点吸引他啊？调一下哦。好，我觉得我感受到，我就是下排这个是你的特质哦。我感受到选项1的朋友好可爱。为什么说好可爱？我觉得你有一种，你也是有一个正义感的，可是你的这个正义感比较偏向的是，跟地球有连结的事物哦。你是地球守护者的感觉，你的爱是大爱，很奇妙。我为什么我要这样笑了？因为我感受到你们的能量是非常轻快的哦，是一个很纯正的能量。那它也不是说偏哦，它其实它也是一个他的今生哦，好像也是一个守护者的姿态来的嘛，因为他是像是领导者的身份啊。可是他比较是属于，我感觉是比较属于3D 世界的啊。那你呢？你比较像是，也不是说你就是灵界，就是你是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爱的代表，你知道吗？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你让他有一点颠覆哦。就我已经这么棒了哈，我是被人敬仰尊崇的，好，但他看到你的那种你也有被人，你也有一段故事啦，你也是某一个领域的领导者的感觉哈，你也是有一点点可以带领人的，可是呢，你带领的那个方式是很多爱耶，是一种他没有看过的，你不是要像他那样子什么考证照。读到什么什么博士啊，还是怎么样啊？拿到一个专精的证书啊，才可以执行的。你是一个怎么天生就是浑然天成的一个领导者哦，爱的化身。我好难界定你哦。选项1，好，就是我要举例的话，就是你们两个的差异哦。都是某领域的领导者，但他可能是那种很专精要证照的那一种哈，属世的，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打滚，他必须要通过这世界的认证，他才可以继续打滚，做得很好的工作。你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天生你就有某一些天赋，你靠这些天赋，你就可以把变成某领域的一个带头者。也许你是宗教领袖。也许你是好，或者是疗愈师，好不好？就像 Yui 这样子哈，也是好，比如说像我也有学生嘛，那他也有你的对象也是会有追随者，有一点点是崇拜他的啊，需要他的啊，两个领域很不一样啊。可是呢，对他而言，你是一个颠覆他世界的不一样的存在哈，你用了很柔和的力量，那个是叫做大爱，所以他有点被撼动到，这个是撼动到他过去成长过程的一些价值观哦。因为也许他成长过程，也许是被打骂逼到他去读书嘛，然后考到也许医生还是怎么样，就很难的那种，比较难一点，你需要，就是好了，我举例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你就是如果知道，我就举医生的例子，我不是要我那个医生的朋友，请不要，我没有别的那个意思哈，我只是以我的小脑袋想到哈。好，举医生好了，我要当医生，小孩子通常就是说了嘛，但是不知道那个其中的艰辛嘛，我要读那么多年的书，我还要实习。那我真正进入到医院以后，又要看到很多，也许有一些是不是那么100%会觉得跟当初的那个理念那么符合的事情，也许会看到一些黑暗面啊等等的哈。那还一路这样子，做到了医生的位置，被人敬仰的位置啊，那是怎么过来的？从小也许是可能父母一直严厉的要求你才会去读书嘛，那不然每个小孩都想玩，怎么会
乖乖坐在那里读书呢？那又要读到那么好，考得那么厉害。好，那另外一个您好，我觉得就是荧幕前的您哦，就是一个可能你从小就是玩，然后好像也许就是父母也觉得，反正你怎么长大，你就自然会长大，就是一个不太需要照顾，你也就长得好好的一个孩子哈。那有点点像是您的对象哈，可能就是在家中被寄予厚望的，所以他刻意被栽培成这样子哦，走了一个很专精的路，变成领导者。那您呢？您大概就是被放养哦，长大。也不要讲我只是说要有一个对比啊，你可能没有那么真的被放在路边这样长大，就是父母的教育有可能是让你自由成长的，比较偏自由成长的哈，比较不会要求你啊，那你就长成了一个很特殊的样子，结果呢，意外的也被大家会有追随者啊这样子的哈。那你们两个展现的面向就很不一样哦。你会去追的东西，他可能会去追名跟利。你会去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你是跑去追蝴蝶了吗？选项一的朋友，你看这一张，这只猫咪跑去追蝴蝶，然后第二张更好笑哦，你骑了一只鸟，你是大自然的使者吧？选项一，这也太 cute 了吧？好，反正呢，你的目标哦，他发现你的透过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个好美丽的世界，它真真实实存在的世界，但却被他长期忽略的世界。这是你带给他的感受哦。你有一个很纯真哦，你为了很单纯的小事而开心着。好，你为了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而感到幸福。比如说，我们看到树，他可能就觉得反正就行道树嘛。可是你不是啊，你看到树就是觉得哇，这树怎么长得啊？怎么那么大？是不是长了几百年？你会去想这棵树，这棵树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厉害呀、这样子哈，会觉得你怎么会去观察到这些啊？路边的小麻雀，你也觉得它可爱，麻雀不就是麻雀嘛？他可能就会觉得，平常就稀松平常的嘛。我可能要看到蓝雀，我才会觉得很特别。那你连看到麻雀你都特别，路边小蚂蚁你也可以当朋友的感觉哈。再来呢，你的特质就是有一个。你是有故事的人，你是有经历过风霜的，你是有经历过人情冷暖的。好，我感觉你不容易，你应该也有经历过财务上面的困顿，但是你却可以在这么有限的资源下看到自己的无限的丰盛。他觉得你是非常了不起的。再来就是他觉得他跟你的灵魂连接感特别强。你们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他想逃也逃不了，他想要切割呢也切不断。一方面他自己觉得他做不到，第二方面呢也觉得好像跟你讲话好像也不在同一个频率上，你好像也听不懂我正在拒绝你哦，这种感觉就是我有感受到有部分的族群是这样啊。那当然也有感受到一个族群是说他好像也说不出口要离开，说不出口我们不要继续，好像也没有立足点让他讲这些话，于是你们的感情就这样子哦，莫名其妙的就走到了今天，有一种逃也逃不掉，闪也闪不过了，反正就遇到了哦。那遇到了呢，但目前的状态有可能是都没有表态啦，就是没有讲得太，可能就是彼此心知肚明，有好感，彼此都有好感，但都没有说破大家展现出来都好像说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啊的这种态度哈。那就讲到刚刚的验证牌了嘛，刚刚验证牌你是有一点点在反思人生，你到底要的是什么的一个状态，所以也许过去都是你在。也许你有暗示过、明示过，但是这个人因为他是独生贵族嘛，他展现出来的态度是这样，你后来也觉得想要放弃了，那你就在思考说，这个人真的适合我吗？真的是他吗？会不会我还有更好的对象会出现呢？会不会我也一样独生贵族，
我其实这辈子就会很幸福啦，我是不是也不需要去找感情这个麻烦来扛？我觉得这是你们现在的想法哦。好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你的下一个情人哦。那今天是会有延伸占卜，延伸占卜的话，我觉得针对你们这一组，我就想要来看看，既然他是你的下一个情人，那你们现在都是不表态的状态，那你们是怎么样在一起的？好了，那在一起以后，他会不会是正缘对象？这个是为你们的延伸占卜做的哈。那其他2组，我等一下解牌，我才会知道要解什么。好，那我们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建议好了。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选项1的朋友啊？好，我觉得选项1的朋友是一个显化能力很强的人，你应该会有注意到，其实你的心境转化会带来你人生的顺遂或者是不顺遂哦。所以你的人生其实是你心里想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实相。你要讲它是实相，也可能是虚的，因为我感受到你的灵魂特别不一样吧。你有一点点像是来为宇宙发声的，你是一个大爱，好，你有大爱哦，你有一个宇宙，反正你就有点像宇宙代表，宇宙的发言人，存在于这个地球上。所以首先是你是有使命的，那第二个就是你是很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比较不像是刚刚您的对象是要考证照什么的来的，而是你天生就有的。我觉得显化能力，你可以想一想这4个字哦。你仔细回想一下你的人生，是不是当你在正向积极的，你抱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就会过得特别的顺遂。而当你开始悲观，就像你之前走的灵魂暗夜，走了那么久，会不会就是因为你不停的灌输给你自己说，好像我就是不配啊，我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啊，就是被忽略的那一个啊，被爸妈放养嘛，就我其实放养也许是个恩典，但是呢，你却一直把它纠结在说我是被忽略的孩子啊等等的，这个我没有贬义的意思哦，因为只是举例哦，因为有想到一些个案，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要专注在想好的事情上，这是宇宙给你的建议。那既然会跳出这张牌，就是无论是感情的面向，或者是你生活的面向，因为就刚刚你这张验证牌，就是你仿佛有一点点稍微小小的迷失了，你在反思嘛。那你想一想这件事情好不好？好的，以上这个就是选项1的解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那么就提前祝福你们，我们下次见，拜拜。嗨，选项2的朋友，今天的占卜题目，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的下一个情人是谁，他的特质是什么，以及为何喜欢我呢？那么今天使用的牌卡是这个缪斯猫咪的塔罗牌哦，那这个也是Yui帮学生代购的，有多订了几副，如果有喜欢的话，欢迎到网站来选购哦。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抽出验证牌，来看一下选项2的朋友现在对感情的看法，或者是感情的现状是如何哦。好，叹了一口气哈。我觉得选项2的朋友有一种辛苦了的感觉哈，就是你可能你应该是知道这个，你应该是有一个喜欢的人啦哦。那你喜欢的这个人呢？我先不要讲你喜欢这个人好了，就是说你喜欢上一个人，你会有一种
个性、一种面向会出来哦，就是你会想要变成他的样子。好，那纵然你知道他跟你是不同类，可是你会勉强自己装扮成像他一样的人。那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变成有一点点是在付出，你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你会改变自己去满足他，满足对方。那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怎么失去了你自己啊？那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吗？你懂吗？你会，我不晓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哦。就是你是比较会努力付出，照顾对方，照顾到自己都变成了他，失去了自己，然后你突然会惊觉，哇，我这样好像不行诶，难道没有人爱真正的我吗？难道我以真正的自己就是会被嫌弃吗？但是这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会一直就好像停不下来哦，就觉得怕他走嘛，因为你已经付出感情了，变成怕对方离开，所以你就越付出越多，然后直到完全失去了自己。那我觉得你可能过去的情感也有经历过类似这样子的伤害，就是被发了好人卡，就是你人很好啊，但不适合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好像碰到比较恶劣的对象哦。可是我觉得这一张牌让我感受到的是，有人爱真正的你，你不需要为了他人而改变你自己。那改变你自己而得来的爱，也不是真的爱啊。所以这边我感受到的是，你现在感觉有一点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是你长久以来的模式。好，那我觉得这就给你当做验证牌，如果有准的话你就可以往下听咯。如果没有准，就要麻烦你跳回去重新选牌。那我们现在就用抽几张塔罗牌。来看一下对方的特质是什么，就看看他是谁。以及对方喜欢你什么特质，喜欢你哪里呢？好，我觉得你的下一个情人啊，是一个有一点点，我感觉他有一点情绪化。那这个情绪化是有一点周期性的，就是你仔细观察他，他可能每个月有几天是属于比较低潮的，跟着月亮走的感觉哦。就他的情绪会有起伏，有的时候是很好的、很正向的，有的时候每个月的某几天就会开始低沉哦。真的有这种人哦，我不是说只有女孩子有这样哦，我觉得这个对象，就是无论对方是男或女，他的情绪有一点点是有周期的，很特别哦。所以变成是说，他有时候好正面，有时候好忧郁啊，你会觉得好像有两个人在他的体内哈。然后呢，我觉得他大多数啊是比较偏悲观的。他的这个悲观看起来又不是那种忧郁哦，他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放纵自己，有一点点自我放逐的那种感觉哦，还有点飘配的感觉哦。看起来是，如果是男生的话，看起来是帅气的，但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在放弃自我的那种颓废感哦。我当然不是指外貌，就是他的个性有一点这样子哈，时好时坏哦。然后是看事情比较偏负面的哦。那他的特质还有一点，因为既然是特质嘛，表示这点有吸引到你哦，你会被牵动的。
所以我的感觉，这个感情有一点点，哇，有一点点让我觉得有点锁链的感觉哦。那我再继续讲下去。好，那他呢，同时又有霸气的一面，又有温柔的一面，所以真的让人家欲罢不能的感觉哦。他时而温柔，然后时而又像一个王一样的骄傲哦。会很迷人。我觉得他这个个性真的很迷人哦。会因为捉摸不定嘛，所以你就会想要了解他、探索他。我再加抽一张牌哈，关于这个最后一张他的特质。好，我大概有感受到，但我还是想再加抽一张哈。OK， 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叛逆的哦，他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会被他吸引，因为他跟你很不一样，或者是跟你的认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他好像也框不住他。如果要用一般的规范来讲，是约束不了他的。他有这种个性，一点点叛逆的个性哈，一点点也勇敢哈，勇于往前，勇敢带头。他有一种带头者的感觉哈，所以他的个性稍微有一点点，我不想讲偏激啦，但是的确有一点点哦哈。那同时，它展现出来就是很有吸引力啊，很有魅力，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好有坏啦哦。好，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喜欢他，或者是说他会塑造出很多人簇拥他的感觉，因为他其实有点带头的领头羊的感觉嘛，所以好像的确。支持他的人也是有的，那身为他的伴侣，可能就会感觉到哇，好像好多人都喜欢他，那我是不是要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表现一点等等的哈？那刚好就是碰上你这样子的个性，你就是会担心嘛，因为你已经放感情进去了，所以就会一直投入哦。好，那再来看看他喜欢你的什么特质呢？我觉得选项2的朋友也是一个，首先我觉得你还蛮适合走那个神秘学的路线哈，也不排除你有在灵修、打坐、禅修等等等的哈，很多现在很多修行的方法，我感觉你的灵魂比较不一样哈。好，他呢就是喜欢你这样子的神秘感哦，他知道你内心有一座火山，但是你的外表又是很美好哦。因为你有一种修行人的感觉，所以他会想要探索你。我不排除他会故意闹你哦。所谓的闹，就是可能明知道你不喜欢他怎么样哦，他会故意一直去逗你，然后让你看你稍微有点生气的样子是怎么样啊？看你挑战你的极限在哪里？你的界限在哪里啊？我觉得他好像是比较相较于你你可能严肃一点，他可能比较皮一点，对，他比较有一种那种反正我想怎样就怎样啊的那种态度哦。那你就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哈，一步一步往前行。那决定了我就付出嘛。可是他好像不是，他会看你可以付出到哪里，看你可以承受他的情绪到哪里哦。看你的内心的那座火山会不会被他引爆？引爆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哦？哎呦，怎么讲到这边，你不要觉得他很欠揍哦。可是这的确就是有这样子的牌面，我就讲出来哈。当然能量也有可能是相反啊，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相反的话，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点，会一直去刺人家这样子哈？好，那再来就回来咯，继续讲说。对方喜欢你的特质是你有神秘感，然后呢，他觉得你是一个比较非黑即白的人哦，所以他觉得蛮有趣的，跟他比较不一样。
他的是界限感觉比较模糊，但是你很明确明朗哈。然后呢，他觉得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没有把握的话，你可能也不会讲，但你讲了，你就会做到。比较不像他哦，可能讲了会再翻另外一个说法，就讲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哦。那同时呢，他又觉得你是一个好神奇的人哦，你可以创造出很多很不可能的，从不可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在你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他的世界的东西。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比较会追求灵性啊，他就比较追求现实。所以他在你身上会看到不同的火花，好像你会变很多魔术给他看啊的那种感受哦，他觉得还蛮新鲜、蛮刺激的哦。再来就是呢，他很喜欢这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你们两个相逢是有命中注定的感觉哦，就是好像在这么巧妙的时机点，你们两个相遇了。那相遇了以后呢，相恋吧，好像他自己知道说是一个有挑战的感情，不是大好就是大坏，那他希望尝试看看。哇，好，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他喜欢你的特质，但我觉得感觉好像比较自我一点的对象哦。好，那如果延伸占卜的话，因为今天也是有延伸占卜哈，每一组我可能会解的不一样。我觉得，因为我感觉这段其实有一点虐啦，感觉对您而言可能会有点虐哦。我们来看看，就看看你们是怎么样在一起的，然后在一起以后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一段正缘？好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宇宙给你的建议。好，那宇宙的这个建议是告诉你说，你的人生路途中如果遇到的障碍啊，是帮助你找到转向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你现阶段有一些你觉得眼前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哦，或者是障碍、阻碍哦，这个阻碍有可能是要帮助你找到正确方向的哦，找到真正的自己。我有感受到是要给选项2的话哦。好，那我觉得这大概就是选项2的解牌了。那其他我们就延伸占卜的时候再看看。好，那么今天为你的解牌就到这边，希望对你有帮助哦。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那么我们就下次见，拜拜。嗨，亲爱的选项3的朋友，今天的占卜题目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的下一个情人是谁，他的特质是什么，以及为何会喜欢我呢？好，那么今天会使用的牌卡是这个缪斯猫的牌卡，这个是我帮学生代购的，有多订了几副，如果你刚好也有喜欢，也欢迎你来选购哦。好，那么在使用这个塔罗牌前，解牌之前，我们先来抽出验证牌，来看一下你对感情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感情现况哈，有没有什么讯息给我们来让你当做验证？如果有准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听；没有准的话，就要麻烦你重新选择。好。选项3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对于一段感情其实是有美好的憧憬的。你觉得呢？感情呢，其实就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走一辈子的伴哈。无论是顺境逆境，
都要很坚固的彼此相依偎在一起哦。那但是呢，我觉得很有可能在现实世界当中，你觉得你找不到这样子的爱，所以这样子的爱只能存在于童话故事里。好，那我觉得你是有一点点，就是本身的你其实应该是对于爱情是很积极的，很有热情的。可是呢，你可能因为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有看过太多不好的例子，也或许是你自己曾经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经历哈，所以呢，你对于这样子的感情，你变成消极的了哈。你觉得只能把它放在心中了，只能是一个梦想，就像说一个童话故事般哦，好像你够不着，你觉得你有一种，你没有你，其实你的那个，你没有对感情这件事情完全的失望哦，只是你，在好像就是说，现实世界给你的证据哈，你看到的的确好像没有好例子啦。优以这边是感受到你有一种，你看到的这个幸福却又悲伤，有一种很相冲的两种情绪在里面哈。你的幸福，你感受到的，你期望的那个幸福，还带着悲伤哦。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如果带有这个悲伤的感觉，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之前有遭受过一些让你的美梦破碎的感情，你曾经寄望的一段觉得可以陪你走到老的一段情呢，让你的这个理想梦想破碎了。然后再加上也许你的周遭啊，或许是你的工作，或许是你接触到的人事物，大部分都是比较悲惨的例子，所以你就渐渐的只能把这个这个幸福就是憧憬啦，放在心中，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不会有了。好，那么这个就让你当作验证哦。我们就用缪斯塔罗来往下看哈。哎，怎么会这样？就有一种悲伤的感觉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未来你的下一个情人他有什么特质好吗？哇！跟他为何喜欢你？好，首先呢，我觉得你未来的那个对象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呢。他有4张牌，就有3张是大牌那都是象征很好的牌哦那我来讲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是一个受过伤的人，而且他的那个伤是有一点点摧毁他，足以撼动他一切的，也许过去他的价值观，他的他原本是属于那种相信人性本善的吧，他都是以真实的自己在面对这个世界。但他的人生有走过一段被背叛，不止被背叛他这个背叛的对象，我讲很有可能是感情的对象，也很有可能是家人，都是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人带给他的伤。那也许你会觉得说，因为很亲近，当然容易会互相伤害啊，等等。可是我觉得你的对象并不是遭受到一般的伤害，他那个是感觉被极度摧毁哦。那他这个摧毁，我有感受到有一些族群他可能是严重一点的，可能有被性侵吧那比较也不要说比较不严重，就是再来也有可能
是言语暴力啊、肢体暴力，或者是他从小就目睹了这很多的很恐怖的事件，所以这个人他是有故事的人。我感觉他是比你还应该要更不抱希望对于感情这件事。但是这个人却很奇妙的他发现了他有人生使命，他要用他的故事、他的生命来成为激励人心的故事，甚至有可能会写歌，就是可能我因为这边毕竟是大众占卜我感受到你的对象应该会是属于多才多艺的，所以他突然会写歌你也不要意外就是他的人生的故事足以写成一首歌，或者是出一本书，或者是去演讲，成为一个激励人心的心灵导师。不确定你的对象有没有意识到，但我感觉他是有意识到自己人生是有使命的，所以他遭受的这些苦不是偶然的那他也站了起来。我感觉你们相遇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他的人生中最失去盼望的时候了可能他的人生很多挫折，在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时候，你出现了。最后一根稻草你们应该听得懂吧？就骆驼被最后一个稻草压死的那个，他可能就是在经历这个事件的时候呢，跟你相遇了那这可能也是针对某部分的人好，因为这边有一个能量，就是说他其实如果不讲这一世他应该要有一个，应该是要被呵护、被疼爱被宠爱，他值得最好的一切的一个人，好像落入凡间的精灵来人间受苦的感觉。他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但他却选择来投身到地球，然后就遭受摧毁那因为他是有使命的嘛。好，再来就是他始终怀抱着希望，他没有被真的击垮。那也是说他爬了起来他始终相信太阳依旧会升起。我今天咬牙过了今晚过了今晚的黑夜过了今晚的失败痛苦之后，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因为这世界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那每一天太阳都会重新再升起，所以我也要重新有盼望的感觉它是这么的正向积极在极度痛苦当中，面临极度的深黑夜，有见到黎明的曙光，这种感觉。他站起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有经历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呢，你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个位数的人，你是帮助他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你们是有互相应该是你比较像是你帮助他的关系，但你帮助他呢，其实他也有帮助你，他给你的，也许你给他的是专业的协助，他给你的是一个心灵的滋养，因为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些故事，反过来激励了你自己的悲观，疗愈了你可能某一些黑暗的角落，你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好，那我觉得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脚踏实地的人，但是呢，他的脚踏实地呢，没有帮助他获得他应有的，也许是报酬啊，也许是成功啊你会感觉到人生好像对他特别不公平就他自己都觉得就好像自己在受难，那你自己旁人看他也觉得哇，这个人也真是辛苦好像他的付出怎么都没有得到回报啊，没有得到应有的甚至连尊严都没有得到，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但是呢，他身上又散发着贵族的气息就是如果不是这些悲惨的事件加在他身上，他说他是一个贵族，说他出身不凡，没有人不会相信他天生就有一个王者的样子就是皇室的那种感觉。我要以现在这样的
词汇来选的话，他大概就是皇族啊，皇室的成员哦，就是天生就自带一个高贵的感觉。但是呢，因为他受尽了折磨，受尽了委屈，所以他没有那种娇贵娇嫩的那种样子哦，他反而是很务实的。所以这是他的特质，他是有故事的人。那我觉得他也很有可能是会去宣导很多关于，我觉得他是帮助人的啦哈，可能就是也许他会帮助一些妇幼啊，或者是一些心灵受伤的朋友走出来，或者就是我说的嘛，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写成歌哦，那也有可能他是靠嘴巴工作的，他需要散播一些爱的讯息哈，疗愈的讯息这种励志的比较正向的讯息去帮助人。OK， 那这个大概是他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喜欢你哪里啊？我觉得啊，你是一个，就在他眼中，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哦，你很睿智哦。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我现在是如果是他哦，他看到他喜欢你哪里哦？他觉得你是一个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的人哦，你有一点点像是自己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孤单，好像不论你是男或女哦，都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就是你是一个很完美的综合男女的这个综合版哦。一般人家说男生的个性比较直嘛，比较逻辑啊，女生的个性可能比较柔和啊，比较感性啊哦。但是呢，他觉得你是两样都有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很完美，他感觉你是综合所有优点在一身的一个人哈。你很睿智，又很对自己其实你对自己有要求啦，但是他看你是觉得你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哈。然后呢，你的外表虽然让人家感觉有一点点不好亲近哦，可是他好像仿佛可以看到你那个心中热情带有爱的那一面，他有认出你的灵魂的感觉，你们的那个灵魂的连结感是蛮强的哈，好像今生就是注定要相遇。好，然后你的内心也住着一个王，就是你们是他的灵魂是，如果是皇室他觉得你也是他的灵魂家族，你也是皇室的那种感觉哦。那可能你们的外在，因为后天，因为每个人来到地球上的功课不一样嘛，所以外表看起来走的路相差很悬殊哦。但是呢，他觉得你们的灵魂是有同质性的。那在外在彰显出来的这个外表样貌你的能力跟他是相反的，你有他没有的能力。好，比如说他看事情总是觉得人性本善嘛，那你很有可能就是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么单纯，好，你就会比较聪明一点，就是会去看不是，你就会让他知道说，不是人性都是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哈，你也要小心，也有邪恶的啊，你要怎么去分辨啊？你是有那个比较像是有点风向的特性的哈，就是我感觉就是你是那种临危不乱啊，然后呢，常常一眼就可以参透万事啊，刚好弥补了他的不足，所以呢，他好相信你。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你会保护他，那可能你也觉得他其实有给你一些让你成长茁壮，让你更有力量的一些元素，他有提供给你，但其实他认为你是在保护他，他是很心存感激的，所以他看你啊，他觉得你心中是有热情的，他看到的是灵魂的你，他看到了你灵魂有一个很可爱的一面，纵然你的外表展现出来的是那么睿智，是那么保护自己，是可能保护色彩比较重很少有人可以猜透你在想什么你的心思藏得很深，但是呢，他好像可以看到那个内心深处的你有一个小孩，他看到的你是一个孩子纵然你的外在可能长得不是像个孩子可能是
如果你是男性哈，你就是好像就是的直男样还是什么的；如果是女性，你也是好像是能力很强啊，女强人这种感觉哈。那但是呢，他看到的是你的内心有一个孩子他觉得你的内在跟他本质是来源是同一个地方的，好，是跟他一样内在有一个孩子的，你们两个是小孩跟小孩，他看到你是这种感觉，像青梅竹马一样的轻松的感情哦。然后呢，他觉得啊，你是看过很多很多的是非善恶的事件的，所以他很相信你。那他很相信你的判断，他觉得你们是有一种互补的感觉。他如果没有了你啊，好像就真的会被骗他有一种傻傻的，然后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单纯的相信人，他是善良的嘛。那你呢是感觉比较经历很多事情的，可能是你是有专业，我看起来你是专业人士哈，你是有特殊的专业在手上的哈，你是有能力保护自己。那因为你看到他实在是太单纯了，所以其实或许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天大的保护了哈。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你就是他的防护罩的感觉，所以他觉得如果没有你，他好像真的人生说不定就真的不知道被骗到哪里去了那我这边有看到部分的感觉是说，他在人生中在遭遇不平等、不公义、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有可能他是牵涉到法律事件哈。那你是出手帮助他的其中一个人，好，或者是很关键的人陪伴他，也许你是他的律师啊，也许你是他的諮商师啊，也许反正就是跟这个他在遭遇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啦，被践踏在地上的时候呢，你是伸出手拉他一把的，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哈，是以委任关系还是以朋友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哈，什么师生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那所以他欣赏你的就是欣赏你的头脑聪明睿智，跟你有保护他。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他了哈？有遇到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是在保护他呢？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吼。好，那这个还有他大概也觉得你是一个怎么讲啊？你们是王对王你们如果在一起的话是强强联手。你可能因为我觉得你是在如果是以投身为人啊，你外在的条件，你的外在的样貌应该就是你的职业专业什么都应该是高于你的下一个情人的哈。但是你的下一个情人是天生散发出一个王的气质，你呢是后天打造成一个王你也是占有某个领域的一席之地的一个领导者的感觉哈。就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有点像是那个太极的图案，好像阴阳嘛，调和的很好，黑跟白，然后融合在一起，彼此好像也少不了彼此是有一种互补的感觉。就是连接跟这组牌的连接还蛮强的感觉哈。好，那今天一样是会有延伸占卜的延伸占卜的话，我会想要来看你们是怎么样确立关系的那又在一起之后又是什么样子的感情，会不会是正缘？好，那在结束之前，我帮你抽一下宇宙建议。宇宙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选项3的朋友呢？奇妙这张宇宙建议这么大一叠，怎么抽出跟上一组一样的？好，但是我的领受不一样我这边听到的讯息是说，我觉得选项3的朋友啊，你比较会用删去法。删去法就是说，你可能会用扣分的方式，比如说你选对象，可能会这个不行就扣分，这个不行就扣分，扣掉没有，就说这不适合我那我这个还蛮奇妙的宇宙，就是说，针对于这个对象你的下一个情人，无论是出现了没，好，你试着扣看看，你会发现你怎么你原本想要扣分的点，其实都变成加分，这个真的很玄妙
然后你自己会发现说，这对象真的超特别，应该要扣分的点啊，怎么从他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他是把他会转成加分。好，比如说哈，我举例，你是高学历好了哈，我没有那个贬义还任何的意思啊，我只是举例一个相差悬殊的，比如说你是高学历，他偏偏是一个低学历的，也许你原本的择偶条件是说，比如说你是博士好了，我也要找一个跟我相当的哈，你好歹也要有硕士，偏偏他可能也许只有高中毕业，甚至是什么自学哈这种等等的哈，很奇特的学习的教育模式长大的哈。好，那或者是说，我是。比如说你是专业人士啊，无论你是医师是律师是什么哈，但偏偏他什么都不是，他可能只是就像我说的嘛，他可能会写歌，很多才多艺的感觉哦。你知道他的智商是高的，你知道他是聪明的，可是他就没有什么，好像样样通样样不精的感觉，跟你这个专精哦是差很远的。好，我就举这2个例子就好，你可以试着去扣分看看。你会发现，你所有想要扣他的分的，都变成吸引你的点。那是不是就颠覆了你的某一些框架呢？也许你原本设定的条件是这样，你给自己一个局限的框框哦。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人来是突破的，然后就巧妙的突破，让你是很能够接受、很认同的，进而缺点都变成优点，是你向往。你发现说，哇！所有你想要扣他的分的，都变成是你向往的东西，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被他挑起来了，被他找回来了，你就越扣他分，越找回你自己，很奇妙哦。所以蛮有趣的，选项3的朋友，你可以思考一下哈，这是宇宙要给你的建议哦。OK， 好，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有帮助哦。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那就先提前祝福你们咯，我们下次见，拜拜。